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我是老吉啊。今天呢，你有看到我的后面背景有一点不同吗？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地方来进行拍摄，还有我的那个 camera 也是变得非常更好的管理地，从 Full HD 上到 4K 的管理。那这个升级呢，就是以后将来可以拍得更好的影片给你们看，更高清、更 4K 的影片给你们看。那今天呢，我想为你们介绍的这一款麦呢，是来自 Fine 的麦，它是 A6D。它这个麦呢是有 come with 它的那个 boom arm 的那个 boom arm 跟那个麦一起来。那今天呢，我现在来为大家做开箱，这个里面有什么？在这个开箱之前呢，我也是有稍微看说里面已经有什么东西了。那现在我是开对遍给你们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开一看吧。那首先你开了过后呢，它这边有一个它的那个说明书啊，给你们看一下。说明书。那还有一个你买的产品，它有说 Thank you 你买了这个麦的那个卡片，给你们看一下。OK， 那上面有一层 sponge， 那里面还有它的那个 Type C 的 cable。Type C 的 cable 跟那个普通 USB 的 cable， 那普通这个 USB cable 这头是插进你的电脑，那它的那个 USB 呢是插去它的那个 USB-C 是插去它的那个麦的那边的地方。那还有接下来是它的那个麦的 pop filter 了，它的麦 pop filter 也很可爱，蛮可爱一下的，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笑脸，在上面，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吧？有笑脸。那接下来呢，还有它的这个 boom arm 的那个 lock 啊 ，boom arm 的那个 lock 是锁在那个桌子的那个地方的，是但过它这个上面是插它那个 boom arm 在上面。那不是，这应该不是最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我先给你们看啊。那这个是它的那个麦，蛮漂亮一下的，它的那个颜色。它颜色的话呢是有分3个，一个是鬓色，一个是白色，还有黑色。那这个白色，因为我也是蛮喜欢白色的颜色，它的白的话也是蛮不错的。那它的材质上面呢，这个机身这全部。plastic， 它都是 plastic 的，只是这个网的话，它是那个铁网，但它这个白色的地方呢，全部这些都是 plastic 的。给你们敲看，听看声音。然后它上面的话呢，是有一个 mute 的 button， 上面有一个 mute 的 button。然后它下面的话呢，是那个调它的那个 volume gain 的地方啦。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呢，是锁它的那个 boom arm 的那个地方锁在上面的。那这个是调它紧度啊，它的那个紧度。还有它这个麦呢，也是有自带那个 vibration 的那个 static vibration 的那个地方，就可能好像你把你的麦你放在你的桌子。那就比如说人家敲桌子那些的话呢，都是不会影响到它的麦的那个声音会传进它的那个麦。那这个是非常的不错，也是免费，你也不用另外买，这非常的加分了，我觉得。那它的盒子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的 boom arm 啦。刚才我提到的 boom arm，boom arm 的拐地呢是，我是说就比较普通那种。boom arm 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OK， 那接着呢，我会把它安装起来 ，test 看这个麦的声音到底如何。
OK， 麦现在我已经装好了，那给你们靠近看一下它的麦如何，你们看一下。我觉得它的那个 RGB 蛮不错的，它的颜色。可是你 RGB 的话，它是不能换颜色的，就它是自己自动换 RGB 的。如果你要关上它的 RGB 的话，也是不能关的。如果你要关的话，是要按它的 mute button 关掉。它 mute button 关掉，就是它的麦就不能用了。那它的 RGB 灯的话，我也是没有找到一个方法能关它的那个灯。现在呢，我们就来做测试，for 它的这个麦的声音如何了。那首先呢，我会切换成我的那个 Fi-Fi 的 A6D 的 microphone 的声音。那现在我会把它切换成这个声音。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吉啦。1、2、3、4、5、6、7、8、9、10。你们觉得这个声音如何呢？那现在我再切换成我的自己用着的这个 camera 的麦的声音，那你们觉得它的声音如何呢？那现在我就开始切换成我的 camera 的麦的声音。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吉啦。1、2、3、4、5、6、7、8、9、10。1、2、3、4、5、6、7、8、9、10。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比较好呢？下面留言给我知道。OK， 刚才我也是有听了它的 playback， 我觉得它的声音呢是属于偏向那种 balance 型的，不会 over bass。像我现在家里用的那个 HyperX Quadcast 呢，是比较偏向 over bass 的那种。还有它的这个 pop filter 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也是有 reject 掉我的那个 pop 的声音。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加分。那这边呢，我就跟你做个它的 pros and cons about 这个麦是怎样。那它的 pros 的话呢，是看它的以这个价位来讲呢，它也是有跟一个 boom arm、pop filter 跟 short mount。那以这个价位呢是非常的不错。那现在的价位的话，像这个的话，现在是卖这267，应该是卖这267吧？那我Shopee看一下啊，我看回啊，267，价钱的话是267。那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价钱。它刚才我也跟你们讲说，它是有3个颜色。那它的那个黑色的话是267，还有它的那个鬓色的话呢是会比较贵一点。它的鬓色的话是276，白色的话也是276，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黑色的价钱，鬓色的价钱，还有跟白色的价钱。那这个价位呢是非常的不错，除了它有这些3样东西来讲的话，还有它的声音的话，我觉得以这个价位非常的不错了，也是接近我的那个 HyperX Quadcast 的麦。如果你要买那个我的 HyperX Quadcast 的那个麦的话，应该价钱可以买这一支的2个，也是现在价位应该也是400、500吧。我看一下，我要569， 569，给你们看一下。569，哇，这个麦是非常的不错，颜值呢也是不错的，白色，还有一个带有一个笑脸在它的 pop filter。我觉得整体上呢，这个如果你是 streamer 的话，或者想做 podcast 那些的话 ，record 你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这些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价位。如果你是刚新手想入行，可能要做一些 podcast 或者是做 streamer 的话，我觉得这个麦非常的不错，可以考虑买啊。现在呢，我想分享它的 cons， 它的不好，我觉得它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还能再进步。它的那个 game knob 的，它的 game knob 呢是它的那下面调了音的那个声量呢，这个地方呢，它的 game knob 呢就把你，比如说你要把它关到最低的话呢，它最低的话呢是直接把你的声音直接 cut 到变成0，就完全没有声音，是像你 mute 掉这个麦这样。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至少它最低的话，可能需要留个10%吧，10%，我觉得10%的话还比较好，因为有可能你不小心可能调到关到，那如果你可能在录一些 podcast 的时候，你把这个声音关到再玩，你也忘记说哦，我把它关到完那，你当你录完全部，那你讲完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到哦，原来这个麦我把它关掉了啊，这个的话是非常的危险。我觉得他们可以直接把它 set， 如果转成最低的地方呢，我觉得可能要留10%的声量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改进的地方。那以这个价位呢，只有觉得 overall 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只是有小小的 complain about 它的那个 game knob 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像那个 HyperX Quadcast 的话，就比如说你的下面那个 game knob 你关到最低的地方的话呢，它也是有留可能10%的声音，所以你不用怕说你把它关到最低的时候会把它关到完。那我觉得这边呢可以再改进的地方，只是这个问题不大，你只是要注意把它的那个 game knob 可能不要调到最低的那边，可能你把它调到最满。我觉得调最满的话也是蛮不错，因为刚才我 record 这的声音也是你们听着那个声音的话呢，都是我用这开满的那个声音去 record 的。我觉得开满的话，它声音的话也不会说 over 到可能人家耳朵听了不舒服。我觉得开满的话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OK guys，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麦怎样的话呢，可以留言在下面，或者你们有谁用这个麦可以一起分享，在下面留言这个麦是你们觉得怎样，你们用到的体验是怎样的话，我们可以来一起分享。还有你们对这个麦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在下面问我。可能我在这个影片没有 test 到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我可能会去 test 了，给你们知道它的答案，你们想问的问题。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记分享、订阅还有按赞。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我还有更多的影片你们可以去看，我可能会放在这边或者这边两边，你们可以自己点去看。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吧，拜拜。